您是否早晨照镜子时，看到脸上浮现一颗颗暗沉的斑点而叹息？40岁后，岁月仿佛在肌肤上刻下印记，黑斑、老人斑逐渐增多，让人烦恼又没自信。然而，难道我们只能任由这些斑点肆虐吗？当然不。今天就让我们揭开黑斑与老人斑的成因，聆听皮肤科医师的专业分析，学习不花大钱也能淡斑的秘方。从紫外线、荷尔蒙变化、老化与自由基等根源谈起，再分享维他命 C、A 酸、杜鹃花酸、熊果素、传明酸等临床明星成分的威力，以及皮肤科医师私房推荐的一款成本不到120元的天然淡斑面膜。真实案例显示，就算60-70岁的熟龄肌肤，只要方法对了，一样可以渐渐抹去斑点，重拾光彩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踏上省钱又有效的淡斑之旅。每一颗斑点的背后都有它的故事。我们常见的黑斑，多指脸上大片深浅不一的黑褐色斑块，医学名称是黄褐斑，俗称干斑。黑斑常在30-40岁后悄悄出现，尤其好发于女性的两颊对称位置。荷尔蒙变化是黑斑的大诱因，例如怀孕、生产、更年期等导致女性体内雌激素变动，会刺激皮肤的黑色素细胞过度活跃。同时，情绪压力与睡眠不足也可能推波助澜。这些内在因素让脸部特定区域的色素细胞特别敏感，一旦遇到紫外线，就会产生过量黑色素，沉积在表皮，形成不规则形状的斑块。黑斑通常边界不清楚，颜色黄棕或深咖啡，夏天日晒后往往加深，冬天则略淡，但不会自行消失。它就是体内荷尔蒙与日光双重作用在脸上留下的印记。再来看看老人斑，许多人以为老人斑只是年纪大的象征，其实它的学名叫做脂溢性角化，是一种良性皮肤增生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皮肤新陈代谢变慢，累积的岁月老化和常年日光暴晒共同造成了老人斑。老人斑通常在50岁以后出现，颜色从浅褐到黑色都有，边界清晰且表面粗糙，用手摸会觉得有点凸起或干燥。这类斑点最常见于脸部和手背，也就是多年来日晒最多、最容易暴露的部位。有些肤色较白的年轻人，如果长期不防晒，40-50岁时也可能提前长出老人斑。老人斑不像雀斑会随季节变淡，它一旦产生，通常不会自行褪去，而且往往一长就是一片，彼此相邻出现，仿佛岁月在肌肤上烙印下的斑驳图案。幸好老人斑虽顽固，但属良性增生，对健康无害。我们介意的多是美观问题，希望淡化它们，让肌肤看起来更年轻。除了荷尔蒙与老化，自由基的伤害也是斑点形成的幕后黑手。自由基可以想象成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废物，或受到紫外线产生的有害分子，它们会攻击细胞 DNA 和胶原蛋白，加速老化。当皮肤长期受到自由基压力，黑色素细胞也可能被刺激而产生色素沉淀。所以日常生活中的抽烟、熬夜、压力过大，这些都会在体内制造出更多自由基，间接导致斑点找上门。紫外线更是自由基的大来源。每当阳光照射皮肤，紫外线穿透表皮，激发黑色素细胞产生大量黑色素来自我防御。长年累月下来，黑色素过度囤积，就形成各种色斑。总的来说，黑斑与老人斑是一场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体内荷尔蒙变化、老化与自由基累积是内因，日光暴晒是外因，它们联手在我们脸上、手上绘出岁月的地图。在展开淡斑行动前，先认识自己的斑点类型非常重要。浅层斑和深层斑的成因不同，处理方式也有差别。浅层斑包括雀斑、晒斑等，多位于表皮；深层斑则像干斑、黑斑的一种，颧骨母斑等，色素深入真皮层，往往较棘手。如果您的斑点很早，在幼年出现，鼻梁和脸颊上星星点点，那可能是雀斑，遗传为主，日晒加剧，属浅层斑，治疗上反而相对容易淡化。若是年过30才跑出来，分布对称的大片暗斑，那就是干斑，它属深层斑，和荷尔蒙、体质相关，需要较长时间调理。而老人斑本质上是表皮细胞的增生变厚，再伴随色素沉着，
虽然位置在表皮，但因细胞变性，所以比一般晒斑难去除一些。分辨清楚斑点种类，才能选择最合适的方法，对症下药。例如，浅层的晒斑可能靠保养品和天然面膜就有改善，但深层干斑可能单靠这些远远不够，还需要医师协助或内服药物。搞清敌人是哪一种斑点，才能制定有效战略。所以，建议不确定时，可以咨询皮肤科医师，确诊斑点性质后再开始治疗，事半功倍。走进药妆店或医美诊所，琳琅满目的美白淡斑产品常让人眼花缭乱，其实核心道理都一样，针对黑色素下手。专家指出，要淡化色斑，可以从减少黑色素产生、加速已产生黑色素的代谢，以及阻断黑色素运输3个方向来努力。以下是皮肤科临床常见的有效淡斑成分，很多40加女性或许都听过它们的大名。维他命 C， 美白界的元老级成分。维他命 C 能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，这种酶正是黑色素生成的关键。当酪氨酸酶被压制，黑色素制造就会减少。此外，维他命 C 还是强力抗氧化剂，可以还原已生成的黑色素，使其退回较浅的颜色。很多人早上习惯擦维他命 C 精华，就是希望透过早 C 晚 A 的保养原则，白天抑制黑色素，并抵御环境自由基伤害。临床研究也证实，维他命 C 对于改善晒斑、痘疤及肤色不均有不错效果，让肌肤看起来更明亮均匀。维他命 A 酸，这是皮肤科医师常开的处方药成分，又称视黄酸。A 酸能够促进表皮细胞分化与增生，加速老废角质脱落和新细胞生成。简单说，它让皮肤新陈代谢加快，将含有黑色素的旧角质迅速代谢掉，同时减少黑色素生成信号。因此 A 酸不仅治痘，在淡斑上也很有名。很多医师建议夜间使用含为 A 酸的药膏或乳霜，搭配白天强效防晒，来逐渐淡化干斑和晒斑。需要注意的是， A 酸刺激性较强，初用者可能出现脱皮、泛红，但皮肤耐受后效果明显。孕妇则禁用 A 酸，以免影响胎儿发育。杜鹃花酸，听名字很梦幻，实际上一种温和的酸类，经常用在治疗干斑和玫瑰斑的药膏中。杜鹃花酸的厉害之处在于多重作用：一来抑制酪氨酸酶，减少黑色素形成；二来具备抗发炎效果，可以降低皮肤发炎后色素沉淀的几率；三来它对异常的黑色素细胞有选择性抑制，不伤正常皮肤。所以针对干斑这种容易发炎刺激诱发的斑，杜鹃花酸特别合适。浓度 20% 的杜鹃花酸乳膏在临床上证实可有效淡化黑斑，且安全性高，孕妇在医师评估下也有机会使用。相较 A 酸和对苯二酚，杜鹃花酸的刺激较低，是皮肤较敏感者的福音。熊果素，从熊果叶中提取的天然美白物质，英文叫 arbutin， 它是许多美白精华爱用的成分。熊果素同样通过阻断酪氨酸酶发挥作用。有趣的是，熊果素其实是对苯二酚的衍生物，但温和许多，副作用小，因此广泛运用于保养品中，被誉为安全又有效的淡斑明星。无论是淡化雀斑、晒斑还是痘印，熊果素都有不错表现。传明酸原本是一种医用止血药，后来发现口服或外用都能改善色斑。传明酸可以干扰黑色素信号传递，尤其对紫外线引起的黑色素过度分泌有抑制作用。皮肤科常给干斑患者口服低剂量传明酸一段时间，搭配外用保养，一起对抗顽固斑点。外用的传明酸成分则常见于美白化妆水、淡斑精华液中，温和不刺激。烟酰胺、维他命 B3， 这几年超火红的平价成分，不少开价保养品主打 5% 甚至 10% 的高浓度烟酰胺。它在淡斑机制上主要是干扰黑色素往表皮输送。黑色素生成后，本来会运输到表层细胞让皮肤变黑，但烟酰胺仿佛半路拦截黑色素的小偷，减少它们沉着在角质层的机会。长期使用下，肤色就会更均匀。另外，烟酰胺还能修复皮肤屏障，抗老抗发炎，对成熟肌肤而言是一举多得的好物。除了上述核心明星，还常见曲酸、甘草精华、谷胱甘肽等天然或半合成配方，同样以抑制黑色素
或还原黑色素为主。总之，挑选产品时认准这些有效成分，才能真正帮忙淡化色斑。针对干斑这类顽固色斑，皮肤科医师的黄金标准是著名的3合1淡斑药膏。此药膏包含对苯二酚、外用 A 酸和低剂量类固醇。对苯二酚是退斑终极王牌 ，A 酸帮助剥除角质，类固醇抑制刺激发炎，三者协力，2-3个月内斑点明显变淡。然而常用对苯二酚容易反弹变黑，类固醇也可能让皮肤变薄敏感，因此通常短期使用即可。现在许多医师改用传明酸、杜鹃花酸或半胱胺来替代长期对苯二酚，效果稳定又安全。若想更快见效，可考虑医美雷射。老人斑多以气化雷射去除，结痂脱落后斑点跟着消失。黑斑、干斑则用 Q 开关或皮秒雷射震碎黑色素，但干斑雷射后易反黑，且价格不菲，需要多次治疗。医师普遍提醒，与其花大钱打雷射，不如把防晒、保养、修护3件事做到位，因为基础护理才是淡斑成败关键。最近一款爆红的私房淡斑面膜，只需厨房常见的4种材料：小苏打粉加优格加面粉加白醋，成本不到120元。做法：2小时小苏打，1小杯原味优格，2大匙面粉混匀，再滴入1-2滴白醋，调成糊状。洁面后均匀敷在有斑部位，静待15至20分钟，再用温水洗净。1周2到3次。1周后可见斑点变浅，3周后肤色明显提亮。原理：小苏打温和去角质，优格乳酸轻柔剥离角质并滋润肌肤，白醋醋酸进一步帮助代谢，暗沉角质，面粉使面膜粘稠易涂。4者合力由内而外淡斑亮肤。其他居家淡斑秘方也颇受欢迎。柠檬点斑法：柠檬汁稀释后，晚上局部点涂，15分钟洗净。果酸去角质，维他命 C 美白，但白天不可使用，且需加强防晒。苹果醋湿敷：苹果醋与水等量混合，化妆棉湿敷5分钟后洗净。温和果酸更新角质。姜黄牛奶面膜：姜黄粉抗氧化，抑制黑色素，牛奶乳酸去角质滋润，每日敷20分钟可提亮。燕麦蜂蜜磨砂：燕麦颗粒轻磨砂，蜂蜜保湿抗菌，按摩1至2分钟后停留20分钟洗净，每周2次。珍珠粉敷脸：珍珠粉加牛奶或蛋清调膏敷面，滋养美白，1周1次。甘草蜂蜜膜：甘草粉抑制酪氨酸酶，蜂蜜保湿抗炎，1周1次。首次使用任何 DIY 面膜都应先做肤质测试，如出现刺痛、红肿需立即停止。正规医学研究已证实，防晒与有效成分确实能淡斑，仅靠每日勤涂防晒，3个月黑色素就可减少约 26%。传明酸、维他命 C 等也有大量文献支持其安全性与疗效。相对地， DIY 天然疗法缺乏大规模试验，但仍有不少真人实证与零散研究佐证其可行性。关键在于循序渐进，观察反应，并于必要时寻求医师协助。斑点绝不是不治之症，透过了解成因，选对成分，善用平价妙方并调整生活习惯，我们完全可以让黑斑、老人斑渐行渐远。天天防晒，早 C 晚 A， 定期敷面膜，再配上一杯温暖的姜蜂蜜茶，细小改变日积月累，您终将惊喜地发现斑点悄悄淡去，展现肌肤健康光泽。岁月在脸上留下的将不再是沉重印记，而是从容与智慧的风采。让我们善待自己的肌肤，赶走烦人的斑点，用自信、笑容迎接每一个明天吧。